出任总裁后，公司的事务越来越多，父亲当年忽然离世，留下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。饶是能力再强，短时间内在处理事务、统筹协调上还无法做到游刃有余，常常加班，没有办法经常陪着魏婴。但对方也似乎并不太愿意自己陪他。空闲在家的时候，蓝忘机总喜欢看看书，魏婴却窝在一旁，以一个蓝忘机看来极不健康的姿势玩手机、打游戏，互不影响。深夜加班回家时，魏婴要么喝醉了在客厅睡觉，要么就是还在外面和朋友聚会没有回家，要么就是熬夜专注玩游戏，还以不打搅他休息为由，总去客房睡。一日，正是一个重要项目谈判的关键时候，却接到魏婴要一起出去吃晚餐的消息。虽然很难再挤出时间，但蓝忘机不想扫兴，匆匆赶去赴约，却因为接二连三的工作电话，让那次难得的二人晚餐不欢而散。晚上，看到喝了酒在沙发上睡觉的魏婴，蓝忘机第一次因为喝酒的事情和他起了争执。明明是很伤身体的行为，为什么总是要喝成这样？加规禁酒的蓝忘机无法理解，甚至对酒精有一种生理性反感。当魏无羡醉醺醺带着酒气靠过来时，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想要把人推开。魏家一直比较惯他，工作时间很是随意，上班不一定乖乖去公司，下班也不一定会直接回家。蓝忘机也一直看不惯对方白黑颠倒，把零食当主食吃的习惯，他怕魏婴亏了身体。为了纠正魏婴的不良习惯，蓝忘机多次准时下班，就为了能给魏无羡做一顿正常的晚饭。但效果却恰恰相反，蓝家清淡饮食很不对魏婴的胃口。最重要的是，蓝忘机发现魏婴越来越喜欢和自己唱反调，他好像摸清了自己的厌恶和喜好，说话做事每次都精准踩中蓝忘机的雷点，故意要惹自己生气，惹自己讨厌一样。就连房事也一样，他怕魏婴反感，不愿主动提出。若是魏婴有要求，他就尽力满足。蓝湛，你在床上也太凶了。有一天早晨，起不来床的魏无羡大声抱怨道。蓝忘机一听，耳根子泛红。魏婴这是不喜欢吗？从那天起，他竟有点不敢碰魏无羡了。如果体验感不好，只会给对方留下心理阴影；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欲望的交合，那也绝对不是他想要的。蓝家一向比较传统，对蓝忘机和魏无羡婚后的生活并没有过问太多，反倒是藏色常常会打电话过来。听说阿英最近又老是出去玩，可给他安排的工作都很快完成了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蓝忘机顿了顿，才说：母亲，这些并不重要。怎么了？魏婴似乎真的不喜欢我。阿英聪明是聪明，对别人的事情很上心，对自己的事情总是看不清。真是为难你了，母亲，不必安慰我。你是真觉得阿英不喜欢你？忘机，不如离婚吧。什么？既然在一起2年也终究渐行渐远，不如直接分开。或许这样反而能让你们2个想清楚一些问题。可是我怎么能和魏婴离婚？忘机，不要跟蓝老头一样这么死板吗？当然不是真的离婚啊，你找个借口拖延签字时间，假装自己去办了离婚手续，看看能不能刺激到他。你现在提离婚，那傻小子肯定会答应的，你就顺着他的意思去办。但现在你不能再和以前一样，他一跑你就放手了。万一还是不行呢？那就说明你们真的不合适。早上司追到民政局办理后续手续，你我婚姻关系已正式解除。蓝忘机挂断电话，抬头看着蓝启仁和蓝曦臣。叔父，蓝启仁蹙着眉头，叹了口气，忘机，我只跟你胡闹这一次。那个藏色，魏婴现在呢？1周前已经搬走了。蓝启仁扶额，拿起手机拨通家里长辈的电话。啊，是的，忘机和魏婴离婚了。对。什么？苏家？不用。苏家？蓝曦臣想了想，回头对在一旁整理文件的司追说，去给那些和无限走得近的少爷们散布消息，苏家小姐趁忘机离婚，准备有所动作了。苏小姐脸皮这么厚？蓝启仁拿着电话不解地看着蓝曦臣。蓝曦臣微微一笑，我猜他会有所动作。忘机这2年太辛苦，好在你父亲去世后的遗留问题都已处理好，
一切回到正轨了。以后有什么事都要与我和你大哥说，不要一个人担着。是啊，忘机，你和吴宪走到这一步，也不是母亲希望看到的。蓝曦臣说道。我们希望云深能按照父亲的遗志发展下去，但也希望你能幸福。蓝忘机手里拿着为吴宪送的钢笔，陷入了沉思。江家的宴会一切进行得很顺利，苏小姐不请自来，蓝忘机礼貌地与她交谈几句，魏无羡就沉不住气，先行离开了。随后，司之还来报告说，魏无羡有问苏小姐的事情，说明他还是很在意你的。藏色在电话里语气轻快，接下来蓝魏两家的合作项目我会交给阿英，叔父日子过了那么久，也该让他认真工作一下了。蓝忘机挂断电话，心中不免有些忐忑。